大家好，欢迎来到实战数码。本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主角 iPhone，小米17，它呢是小米刚刚发布的新机。然后我这边虽然晚了一些发它的相关测评，但是呢，我经过这几天的体验，我也能够大致的了解到它的一些优缺点。我们这边主要着重的就接下来讲一下它的一个后置摄像头模组的一个成像效果。那么像这张照片呢，前几天我睡不着，然后凌晨5点多醒来，结果发现窗外面有早霞。那我就想趁这一次的机会，然后带上我的相机，带上我的小米17，上到天台，然后去拍一拍。这一张呢，就是用它的一个超广角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天空的颜色是很漂亮的，然后高光的细节也有保留。我们是直面太阳，所以呢，它的高光部分上面这部分，其实它是很明跟它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但是它暗处的这些地方，其实它还是有保留细节的。那都可以看得到有保留细节，这一点在逆光环境下其实是比较难做到的。但是我觉得但是小米17，我觉得它在成像方面这个算法，表现非常不错。像这一张呢，就是用它的一个标准镜头，然后进行拍摄的。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个人而言，我会更喜欢它的一个主摄拍摄的一个效果，因为它画质明显比刚刚用的超广角还要更好。我很喜欢它的一个高光还有阴暗部的一些细节表现，而且颜色确实也保留得很好，很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是放大用它那个长焦拍摄的，太阳已经露出了更多，我们可以看得到它那个云层那个层次感还是很鲜明的，而且它暗处的这一些还原也依旧保留了相当多的细节。我觉得这样子的表现是值得表扬的。这张呢就通过裁切，利于5000万像素的一个规格可以放大，也不会说很影响画质。这一些图其实发到社交平台上面完全是非常够看的，颜色也很漂亮。这一点其实是让我有点出乎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手机摄影好像这些年大家都会说怎么样升级，但是给我的直观感受好像不强。但直到我真正上手体验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确实有点惊艳。然后这里呢是我拍摄的一个延时，到时候直接播放给大家。还有一个小彩蛋在上面，小彩蛋呢就是在这期播放期间呢，然后在我录的时候有一只鸟飞过，结果刚好就有捕捉到那一帧，结果呢就刚好有捕捉到那个画面。捕捉到那画面之后，我觉得那画面那构图各方面都挺好的，我就直接把它的视频那一帧导出来，然后加到 PS 上面去，然后进行一个处理，然后调色。我发现成品效果非常不错，到时候我打在上面，然后大家可以评价一下它的一个表现如何。记住，它只是视频中的一个截图，但是我觉得已经也很惊艳。像这一张呢，就是夜景的一个表现，使用的是它的标准镜头。标准镜头拍摄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远处这个灯笼，你看到没有？这个灯笼，它的颜色它是有精确还原的，就是一个红色灯笼。如果是用我小米12S 拍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全亮的一个状态。你甚至如果你去用相机拍，然后你没有把那个曝光调低的话，它拍摄出来的画面也都是比较白的。它红光它可能会因为那个高光问题，然后呢就被它给覆盖掉，没有保留到细节。所以小米它这里，我这边拍摄的这图片展示的全部都是默认参数，没有任何修改，都默认参数。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它那个高光压制其实是表现非常优秀的。这张可能还不太明显，但是你可以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的。这个是防抖视频，我到时候发给大家。这一张，我觉得让我比较惊艳的那个高光压制的一个效果，一个表现，让我比较惊讶就这一张。它这一张其实是一个强光，这里这一部分是个强光，但是它把它压制的很好。而且你看它后面它还有这个红色的一个灯笼，你看它还是有保留那个红色的一个细节，颜色方面没有偏差。这很难做得到，我觉得，因为你前面有个强光，然后你还要保留一个背景处的一个灯光那些表现细节，我觉得这点很难。所以这张其实是让我比较惊艳的地方，会让我觉得说，这个相机这个手机不错不错不错，我喜欢这种感觉。如果是摄像头一般的那个手机你拍这个，其实它很大概率这边就一片比较强光，因为就比较偏白，然后后面它反而会特别暗，会有这种可能。虽然说它强光这个那个路灯这边
它会有那个光晕出来，但是这些是很难避免的。然后即使说我拿相机去，也会有这个效果的。但是你看它这个灯笼高光处，然后下面这个灯笼这个位置，它颜色高光抑制表现真的很好，这些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不是说就硬夸哦。他做的好的地方肯定都会说出来，而且他的虚化表现其实也不错。我看他详情那里好像是 1.6 的一个光圈，我看一下，我记得是 1.6， 对，1.67 的一个光圈，然后 ISO 才320，夜景拍摄的时候，所以它几乎没有什么噪点，画面还是很干净。而且你现在这些光斑都挺漂亮的呀，是吧？然后还有这张拍的就是一个湖面的一个倒影，那可以看得到这个颜色氛围表现很强，我真的觉得它很强，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如果你有不同看法的话，欢迎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我是真的很觉得这部手机很不错，就影像方面，至少影像方面很不错，而且我觉得它白平衡方面也做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它防抖这些视频，防抖的视频我到时候会直接放上来，大家可以有个参考。自从小米12S 之后的那些机型，我好像也没有说特别觉得很心动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我这台机型一直用到现在，它还是8GB 加128GB 的一个储存规格，所以呢，用到现在，我其实觉得除了它启动速度慢一点之外，其他的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呢，毕竟年龄也到了，然后也准备说换个机子，那么就有了这一部小米17。那么首先入手小米17这机子，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它太像 iPhone 了。我之前因为我是小屏手机的一个忠实用户，我之前有用过那个 iPhone 13 mini， 然后有用过 iPhone 15。在此前的小屏手机方面呢，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续航，很多厂家它往往会在续航跟性能方面着重选一个，你要不就性能一般般，但是续航特别好，要不就是性能拉满，但是续航方面也确实跟不上。比如我手上这一台，其实就肯定是需要一天一充的，而且你外出的时候，你可能到晚上18点左右，它电量就支撑不太住了。那么今年呢，小米17它升级了电池升级到7000毫安时，搭配上今年新出的旗舰处理器骁龙8 Elite 俊5。我这边呢，平时就很频繁的会去刷社交媒体，如果是像我这样的使用的话，它2天一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习惯1天一充，安全感就是这样子来的，好吧？真的。官方今年呢，它也是在发布会上一直谈说要把它小米17，然后对标 iPhone 17，你确实能够感觉到，哇，它真的好像 iPhone，那个手感，你握上去，你绝对会跟我一样，你会觉得说，这手感好熟悉，这就是苹果的感觉。你看它这个外观，跟它今年新出的那个 iPhone 17的外观确实也比较接近，就正面而言是比较接近的，手感真的是几乎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我特别要吐槽的是，它的震动马达今年没有升级。就导致它的震动马达那个震感跟那个一坨，反正就体验非常差。使用过苹果手机的用户都知道它的震感是非常优秀的。虽然官方一直说要对标 iPhone 17，但是呢，你在使用手机的时候，你接收到手机发出来的信息提醒，你从那一刻你就会知道说，这震感不是 iPhone 17，你也对标不了它。就这一点而言，完全对标不了，那体验非常差劲。我到手之后试用了一下，然后我就把那个震动给关掉了。这一点而言，我觉得特别遗憾的。就这些是我知道有些朋友他可能他也不追求这一些，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像我一样的人会很在意这个震感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点有必要拿出来说一说。性能方面呢，我相信大家也有看过其他博主做的一些比较详细的测试，那么我这边呢只是简单的跑了一个分，那这个分数呢大家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参考。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从旧机型升级上来的话，那么你的解锁大概率不是超声波解锁。超声波解锁的体验呢，在我这边用上来，我是觉得挺惊艳的。就我没有想到说超声波指纹解锁会那么方便，它的反应速度也好，或者是说它的准确率也好，都要比我们以前的传感器指纹传感器要好很多。如果你是早就已经用上了的话，那么我觉得这点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吸引力。好，那么以上呢基本上就本期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就总的来说，摄像头表现非常好，手感非常棒，但是呢，它的震动马达我不满意，这可能是我对它最不满意的点。不那么注重震感的用户来说呢，可能会觉得它没什么。那么这点对大家对这一部分用户群体是特别好的。
因为你会觉得那这个手机更好了呀，是不是？好的，那我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样子一个视频风格，那么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会定期发布一些数码新机的一个信息汇总，然后偶尔写测评，像这一类手机新机，我们都会时不时去做一做测评。那么喜欢的话，欢迎帮忙点个免费的赞或者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这会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鼓励。那么我们下期再见。